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很多人到了一定年纪，都会有一个很隐秘却又反复出现的感觉，你明明也在努力，也没少吃苦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人生就是越走越被动，机会总是擦肩而过，关系总是你在迁就，事情一多，第一个被牺牲的永远是你。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能力不行？是不是运气不好？是不是这个世界对我特别不公平？可后来你会慢慢发现，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，往往不是智商，也不是出身，而是你看待世界的方式。很多人以为弱者和强者的区别在于谁更狠，谁更聪明，但现实是，他们最大的不同出现在一些非常细小，甚至你每天都在经历的地方。比如，当问题出现的时候，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有些人，事情一出问题，心里马上冒出来的是，没办法，算了吧，我也没选择。他们不是不努力，而是太早接受了现实的设定。这就是一种很典型的弱者思维，不是你真的弱，而是你已经默认很多事你改变不了。你仔细想想，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熟悉？工作里，你明明不愿意接下那份额外的活，却还是告诉自己，忍一忍吧，反正也轮不到我说话。关系里，你已经不舒服很久了，却一再劝自己，算了，别把关系搞僵。你不是没感觉，你只是习惯了。先放弃自己。我们说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，同样是在职场，两个人能力差不多，一个人遇到问题，会先问一句，我能不能换一种方式？另一个人遇到问题，心里想的是，领导就是这样，我没办法。结果你会发现，几年之后，前一个人慢慢有了空间，后一个人却被牢牢卡在原地。不是因为前者多聪明，而是他从来没有把没办法当成最终答案。这时候，你可能会问一句，那强者思维是不是就意味着凡事都要硬刚，都要争，都要不服？不是的，真正的强者思维从来不是情绪上的对抗，而是心理上的主动。强者思维的人遇到事情，第一反应往往是，这件事我能做什么？我有哪些选择？我该承担哪一部分？他们不一定马上成功，但他们不会把自己放在只能接受的位置上，哪怕暂时妥协，也是带着选择的妥协，而不是认命。再说一个关系里的例子，弱者思维的人在一段关系里不舒服，会反复纠结，是不是我太敏感了？是不是我要求太多？他们会先否定自己，而强者思维的人会先确认一件事，这段关系对我是不是长期有损？如果是，他们不会立刻翻脸，但一定会开始调整距离。不是因为冷漠，而是因为清楚，情分不能建立在长期委屈之上。你慢慢就会发现，
所谓强者，并不是赢得更多，而是更早为自己负责。他们不会等到彻底崩溃才开始改变，也不会指望别人理解才肯行动。说到这里，我们才真正点出这一课的主题：弱者思维和强者思维最大的差别不在于外在条件，而在于你是否默认自己没有选择。一旦你在心里提前判定我不行，我改变不了，这就是命，你的人生就会真的照着这个方向走。而强者思维不是狂妄，也不是逞强，他只是始终保留一句话：我还有选择，哪怕选择很少，哪怕代价不低，他们也不会轻易交出主动权。所以这不是一堂教你变强势的课，而是一堂教你停止自我放弃的课。卢叔送你一句话，作为今天的结尾：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，从来不是你现在站在哪里，而是你在心里站在接受还是选择那一边。这里是卢叔讲经典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